今天关注到这个医美板块啊，我觉得医美板块应该会有点行情，起码目前它是比较稳的一个。哈三联之前我也做过，看一下，其实它龙头是朗姿啊，它这调整起来之后，3个涨停板起来之后调整，其实这个开线的话应该还算是稳健。看一下哈三联，哈三联现在是一个跌停下来，然后它现在处于一个盘整，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，我还是倾向于选朗姿，因为朗姿是整个医美板块的资金龙头，就有资金在里面啊。你看它之前3个涨停板上来的，今天大盘也是在调整，刚开盘现在也是看一下啊，如果今天要买就买朗姿了，你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买点。好，我们这个就决定买朗姿啊，它现在拉起来了，刚刚想拉吧，这个点位应该可以，36块6毛5，应该没有问题的啊。看有几天，看这一笔交易能有几天。好，买入啊，1万元只能买2手，2手就是200股啊，7326啊，7000多。好，现在收盘了。朗姿的话，上午拉了一下，下午回落了。这收盘价的话，比我们的买入价要低的，要高的，所以目前还算可以吧。看一下明天。The next day， 朗姿现在想拉啊，它整个上午都是在震荡的。我们看它一会儿能不能拉起来。现在是盈利的啊，也有钱赚了，看能不能拉起来。朗姿现在拉起来了啊，现在是11点44分，然后我们是有9个点收益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啊。我们再等等看，看能不能涨停。哎，朗姿马上涨停了啊！涨停了，看它能不能封住啊！我们现在有10个多点的收益了，没想到这次这一笔这么快，700多块钱了啊！我要不要止盈啊？我要不要止盈？我想想啊，我们再等一下吧。但太快了，好快啊！10个多点，700多块钱。我们等等看，先不卖啊！哎呀，收盘了，没卖，下午跌下来了，我感觉我错过了最佳卖点，只能后面再等等看了。tomorrow， 整个上午都是震荡的，然后下午现在它好像有点想拉，我们等一下看看啊，看能不能拉个高点。哎呀，收盘了，它没有拉上去啊，尾盘又回落了。我感觉我昨天和今天应该把比较好的卖点错过了，这样的话后面就有可能不太好，短期来说不是很好，应该没有太好的卖点，我是这样认为的啊。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账户还是盈利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
虽然说我现在整个账户还是盈利的7个多点，也不少，但是我感觉明天的话，应该不会有太好的卖点出现了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昨天和今天我们都错过了，那我们只能等明天看一下了。希望老天保佑吧。The next day. 尾盘怎么还在杀呀？尾盘还杀下来了，我靠！哎，这次教训大了，错过了上周的好卖点，现在账户已经不赚钱了，哎，可惜。Day 3. 马上收盘了，它整个一天就是这样一个走势。拉了几次，但是比较平缓。我感觉它上面43元那里是有一个压力位的，但是它无论是要真去突破还是假突破，如果这个周它有高点，我就把它卖了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止损。希望有吧，希望有吧，看一下，等等。就这周啊。今天的行情真无聊，无聊啊，无聊。今天的行情比昨天更无聊。Tomorrow. 现在朗姿拉起来了，它的上面半年线120日线那个地方，这是有个压力位的，大概42元左右。那它本周的话，无论它是要真去突破还是假去突破的话，我个人判断它都要拉升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不打算卖，我要再等一下。那目前账户呢也已经不亏钱了，所以我们还要再等等。我打算再等等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。我马上收盘了，今天朗姿没有拉，下午就落下来了。因为我判断它上面在半年线120日线那个地方，它要去做一下突破，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它都应该有一个拉升的动作，哪怕是骗线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。那今天如果不拉，那我最迟明天我就把它走掉了，哪怕是止损。所以明天很关键，The next day. 开盘之后朗姿就得拉升了，现在还在持续的往上涨。我个人觉得上面这个压力位是半年线那个地方，它这应该会在这下面做一个假突破或者真突破啊，无论真假，今天应该有个高点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觉得38.5毛2这个地方7%左右啊，应该差不多，所以我打算提前挂。那这笔我们做了到今天为止2个周了，那现在已经还是有盈利了啊，做这一单做的真的是蛮久了，所以我今天打算把它止盈掉了，应该有机会的。提前挂一个38.5毛2。好 ，OK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等一下。朗姿刚才又拉了一波，不一定能拉到我刚才设置的那个价格了。再加上这一单我们实在是太长时间了，我做了太长时间，2个周了，再耽误下去的话，如果今天不卖，那就成了中线了。现在已经有赚钱了。我打算把那单撤掉。哎，哦，把这一单撤掉啊，然后直接挂现价卖掉了，200股啊。OK， 应该成交了啊，成交了，刷新一下。好，吃鸡。2,000 years later. 这是我们这次的盈利买的东西啊，买了30只生煎包，2份汤，然后买了1瓶黄酒。生煎包加汤的话，我们花了是200.8元。黄酒的话，我们花了45元，这样的话就是245块8毛。好，这次我们就来吃喝这些。今天我们要干掉这30个生煎包。这个生煎包有点大了啊，个头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个头有点大的。
30个啊。然后这边是一份汤，这是一份干粉。这里是3种酱啊，甜辣酱、烧烤酱、番茄酱。然后这里是醋，生煎配黄酒，越喝它越有。我们从这里开始啊，很大一个啊，蘸一点醋。看到没有？还有汤喷出来，好吃。鱼丸啊，这是鱼丸。干粉。就是牛蛙的，满满的汤汁啊，满足。这里面是8个牛蛙，8个虾仁，14个猪肉。虾仁的，哇，好好吃！哇，满足，满足，满足，太好吃了！一般人的生煎包吃6个，我们看一下30个我能不能干上。我现在是财经博主，加美食博主。哎呀，我们蘸点别的啊，先蘸甜辣酱。
这汁是猪肉的，这里面有汤汁的啊，包子里面有汤汁的。蘸一下烧烤酱、番茄酱。好吃。我们吃了6个了，一般人也就吃6个，我还有24个。继续。爆浆。丸子啊，鱼丸。这是牛蛙的。我这算不算是社交牛逼症啊？30个煎包。满足，大大的满足。
萌萌，萌萌，嗯哼嗯哼嗯。30个水煎包，我只吃了16个，还剩14个。哇，真的这个分量太足了，哇，吃不了，吃不了。希望大家能从这期视频中呢，能得到一些共鸣，尤其是在前半部分，我在操作朗姿股票的时候。那以后如果我们再去做短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设一个止盈点。我们为什么没有？哦，吃到这里了。我为什么没有说止损点呢？是因为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判断的话，因为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我一般不会买到那种，极少能买到那种让我买进去第二天跌了10%的股票，很少，一年可能也就2、3次。所以接下来我会控制这个持仓的时间，2，然后还是继续的谨慎的选股票，比较稳健的。3呢就是设置好止盈点，3%呢5%，最多如果运气好10%我们就走掉了。这是我们本期的视频。第二笔交易啊，1万元人民币，100次短线交易，看一下对我这样的股民而言，胜率大概会有多少？我们有100次哦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继续关注我的视频。干杯！